转眼就到了2021年的下半年了，那一年一度的 iPhone 也基本确定将在秋高气爽的9月份发布。今年苹果会在 iPhone 13上怎么样做文章呢？下半年的智能手机趋势又会如何呢？2021年苹果是会在新手机上增加一些安卓已有的功能，还是说他们会像推出 iPhone 4的时候一样，做一些比较惊人的更新或者一些大的改变呢？我是小天，今天我们就一起聊聊我从全网能够查到的目前已知的所有关于 iPhone 13的情报。苹果在 iPhone 上的更新被吐槽成是挤牙膏，其实也好几年了。我当然是希望苹果可以推出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新功能，但是很不幸的是，从目前网上可以查到的留言和资料来看，无论苹果是打算把下一代叫做 12S 还是13，从功能上来看，似乎今年又是一次从12到 12S 的常规更新。今年还是会有4个型号的 iPhone， 分别是 5.4 英寸屏幕的 iPhone 13 mini、 6.1 英寸的 iPhone 13和13 Pro， 以及 6.7 英寸屏幕的 iPhone 13 Pro Max。 是的，还是会有13 mini。那说到 mini， 尽管我个人很喜欢12 mini， 但事实上12 mini 的销量并没有达到苹果的预期。其实之前就早有报道，苹果把 mini 产品线的订单砍掉了 70%， 更有留言说 iPhone 13不会有 mini 这个机型了。我个人还是很欣喜能够看到13还是会继续有 mini 这个机型。我购买的话，我认为我还是会继续购买 mini。首先我们说说关于 iPhone 13更新上面的坏消息。第一个就是 LiDAR 激光雷达功能只会出现在13 Pro 和Pro Max 版本上。我们都知道 iPhone Pro 会有3个摄像头，但是 LiDAR 被称作是 Pro 的第4颗摄像头，它的英文全称是 Light Detection and Ranging，是一种主要应用在地理测绘等专业领域的技术。比如在飞机上搭载 LiDAR 系统，就可以扫描地貌，然后用于制作地图；或者在汽车上搭载 LiDAR 系统进行车况的扫描，用于实现驾驶辅助，甚至是自动驾驶等等。早几个月的时候，有传言说苹果这一次会把 LiDAR 用在所有 iPhone 13机型上面。不过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可能是出于对成本的考虑，最终苹果还是决定把 LiDAR 只用在 Pro 和 Pro Max 版本上。第二个坏消息是 iPhone 13还是没有 Touch ID。 疫情之前其实我对于 iPhone 没有 Touch ID 这件事情我没有那么在乎，但是因为疫情，我就发现 Face ID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大方便，特别是当我在工作日用 Apple Pay 买午饭的时候就特别的麻烦。尽管苹果后来在 iOS 14中紧急更新了口罩解锁功能，但是这也只是针对拥有 Apple Watch 的用户，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这次 iPhone 13不会有 Touch ID 还是挺让人失望的，毕竟 Touch ID 已经在很多安卓手机上出现了好多年了，而且其实早在2年前就有传闻说苹果想要加入屏下指纹，但是去年由于疫情的原因，供应链等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没有用上。没想到这次等了1年依然是没有。那讲完坏消息，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 iPhone 13上会出现的新功能吧。第一个是屏幕，预计 iPhone 13会用上很多用户已经期待了很久的一项新功能，或者说屏幕，那就是拥有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技术的 LTPO 屏幕。不过老样子，这个屏幕应该只会出现在13 Pro 和 Pro Max 上。自适应刷新率技术会根据用户当前正在做的事情，自动调整屏幕的刷新率，以给用户更好更灵敏的响应。自适应刷新率技术其实几年前苹果已经在 iPad Pro 上用了。那借由此项技术，无论是在浏览器中滚动网页，或者是玩压力比较大的 3D 游戏，又或者是用 Apple Pencil 绘制一些复杂的图形，用户都能感受到非常的流畅、快速和身临其境。LTPO 的全称是低温多晶氧化物。苹果其实早在2019年就已经把这项技术应用在了 Apple Watch 5上。它自带的 LTPO 屏幕可以让这块智能手表支持 AOD 功能 Always On Display， 保持屏幕常亮的同时，还能够让自己显示屏的刷新率降至1赫兹，从而能够大大的节约能耗，让手表可以保持正常的续航。也正因为这项技术的加入，有消息称苹果将在 iPhone 13上实现屏幕常亮技术。这项技术能让 iPhone 屏幕显示保持常亮，不用唤醒手机也可以看到屏幕上的信息，比如说时间、天气等等。其实去年在 iPhone 12发布之前，就有传言说苹果会在 iPhone 12用上 LTPO 屏幕加上120赫兹的刷新率，但是因为 iPhone 12的电池不给力所以最后苹果只能在120赫兹刷新率和
5G 之间做一个2选1的抉择。最后，苹果认为5G 可以给他们带来更多的销量，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iPhone 12系列。当然了，现在来说，我觉得苹果当时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毕竟在随后的7个月中，他们卖出了高达1亿台 iPhone 12系列。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 iPhone 13的刘海终于要变小了。现在 iPhone 上刘海尺寸的大小，自从 iPhone 10引进全面屏以来，基本上就没有变化过。那这次刘海可以减小的原因，是因为苹果把手机接收器重新安置在了机箱边缘的顶部，加3个摄像头整合成一个，这些都让在刘海上的原生感摄像头系统的尺寸得到了减小。虽然我觉得作为一个 iPhone 的用户，大家早就对这个刘海的存在已经习惯了，无论你是看视频还是打游戏，我相信已经基本上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但是我觉得能够有一个小一点的刘海，总归是件好事儿吧。不过就算这次 iPhone 的刘海能够变小，我想和很多其他安卓手机相比，它也不会是最小的。刚刚说到它的前置相机，那 iPhone 13这次最大的更新应该还是它的相机系统。13 mini 和13预计会有一个全新的对角线排列的镜头，并且全系列都会用上传感器移位稳定图像技术，让相机能够拥有更好的暗光表现，以及减少相机抖动，实现稳定。全新的广角镜头也将具有自动对焦功能，在任何距离都能够拍出更加清晰的照片。录像功能也会推出对于人像模式的支持，然后长焦镜头还是只会支持13 Pro 和 Pro Max 机型。接下来还有一些小的更新，首先是会有一个新的招牌颜色哑光黑，而且它会替代已经在 iPhone 上使用了很多年的招牌色深空灰。MagSafe 据说也会升级，使用比在 iPhone 12上磁力更强的磁铁。因为 MagSafe 磁力不够强的问题，已经让苹果经常从用户那里收到投诉，特别是一些对于正在使用 MagSafe 钱包的用户来说，即使只是简单的正常抓着手机，也会让 MagSafe 钱包从它应该在的位置滑出。续航方面，在 iPhone 12的续航受到很多用户吐槽之后，今年我们终于看到所有4款 iPhone 13机型都将使用上更大的电池，让手机可以提升7%到15%不等的续航。在充电速度方面，据说苹果也会开放到25瓦。说实话，这跟很多已经能够达到65瓦甚至100瓦充电速度的安卓手机相比，也没有很快了。但是对苹果自己来说还是提速了。关于充电，还有一些传言说苹果会在 iPhone 13上直接去除掉充电口，全部改成无线充电。这也是他们从 iPhone 12上开始使用 MagSafe 技术的原因。我觉得这一步一定是在苹果未来的考虑当中，但是会不会出现在 iPhone 13上，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这一步实在是还是太快了，大部分人还是更加的偏向和习惯于使用有线充电。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总结的关于 iPhone 13的所有消息。那 iPhone 13更新的力度足够会让你去购买它吗？我会在频道更新电子产品的使用体验和相关新闻，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的信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点个赞，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最希望在下一代 iPhone 上看到的新功能。我是小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